庆会不可无诗酒，盛宴当须有肥蚝。没品尝过湛江炭烧生蚝的味道，就等于没来过这座城市。但湛江生蚝又何止炭烧这一做法？深夜时分，各路口味刁钻的夜食者陆续结束了夜生活的最后序曲。经营夜食店的王志德把最后一桌食客送走了，却没有就此结束一天的忙碌。做咧，會唔會成做包嘅？我能咩去揾到兩個鐘頭嚟做佢睇嚟試試，嗰啲拖嘅溫度，你要佢之後嚟做。可以啊，可以試。對吧？讓佢試試下。誒，就係做下鋪。呢個我啲農人都可以啊，我哋加嘅可能加嘅嗰個生條，我哋加生條辣加個農人，一個好賣嘅。食不厭精，快不厭細，这些看似简单的烹调方式，是王志德和后厨反复钻研了2个多月的结果。生蚝是非常古老的食物，在湛江遂溪曾经发现了7000多年前的蚝壳。蚝属于滤食动物，以漂浮的藻类和微生物为食。它通过震动鳃上的纤毛，在水中产生气流，让水进入鳃中，然后通过纤毛来筛选水中的悬浮颗粒进食。一只成年蚝1个小时可以过滤10斤海水。生蚝从育苗到分苗，再以串联调养的方式移到深海处，这个过程需要7到8个月。打得公碗夠米前就要，一個對鵝性長條好，對一個容易吸收陽光更加營養。饱食河口、洋流、台风带来的微生物，一只肥美的湛江蚝需要调养2到3年，而一般生蚝1年半到2年左右就可以收成。自从湛江遂溪县第一个炭烤生蚝问世，宵夜里炭烧湛江生蚝的热度就从这个偏远的小城蔓延开去，并持续了近40年。虽有历史，但湛江生蚝一贯被烙下了难登大雅之堂的印记。近10年来，王志德正努力改变这一印象。我是选最好的蚝，然后在蚝清洗的过程呢，我就费的比别人的成本都高很多，全都是用机器啊，还有再经过人工手刷，还有流动的手不断的在刷洗它，表面的泥全部擦得干干净净。用广告人的思维和审美创作美食，从里到外给湛江生蚝带来新元素和新标准。传统的基本就是蒜蓉，因为蒜蓉呢，很多人呢吃了就是有一些口气嘛，我就想到能不能用一些水果来代替这个蒜蓉，所以呢研究出来有几种呢，大家都蛮受欢迎的。从蒜蓉蚝到水果蚝，从芝士蚝到酸汤蚝，从广告人到烧烤佬，再到生蚝专门店创始人，王志德整整用了生蚝做成月下蚝宴。广东人既致力食材的节令，也致力食材的丰盛。湛江徐闻，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湿热海风丘陵红土地，催生了全国1/3的菠萝产量。菠萝地1亩有近4000株种苗，从开花到果实成熟，一般需要4到6个月。45岁的菠萝姐有2儿2女，3个孩子大学毕业后各奔前程，最小的儿子留在了身边。只要儿子回来，菠萝姐都会尽量亲自下厨。
今天，当季的菠萝毫无意外地成为和任何肉类搭配的主角。家常的罗非小火煎到焦黄，酸甜的菠萝汁液即可让其貌不扬的淡水鱼艳丽起来。鱼的吐腥气反而泛着丝丝奶甜味儿，散发出的止泻的功能，成为湛江人春夏之交入菜的时时佳果。羊肉更多时候被打上北方的标签，这并不影响老广们入冬之后对知足羊腩包的渴望，更影响不了一年四季都吃羊的湛江人。哪怕是盛夏8月，本地人李林晓办女儿的满月席，餐桌主角依然是羊肉。早知有你除咗好多习惯的用一袋肉。南方产山羊，吃山羊肉也必然带皮。带皮羊肉在口感上有独到之处，焖烧羊肉肥瘦适中，入口层次多元，众人避忌的腥膻味收敛不少，诀窍就在李林晓心中。今天举办满月酒，敬一下大家啊！谢谢你们，大家吃好喝好啊！来准备，交给来，恭喜恭喜啊！酒酣心热，浓浓的人情味儿伴着的熟悉味道，让李林晓特别满足。徐闻当地名菜白切黑山羊最能检验肉质，新鲜羊肉煮烂捞起切片，不用花俏的料理，只需配备一碟简单的沙姜豉油，夹一块放入嘴里，羊汁在齿间爆发，豉油和沙姜的甜辣直冲鼻腔，瞬间让口感得到神来一笔的点化。这也是李林晓的味蕾最有归属感的时候。黑山羊最诱人的吃法同样是隆重的烤全羊，整羊涂抹腌料后，用炭火慢慢烘烤，羊皮由白转黄，再转至淡棕色，随着油脂渗出表面，一个个气泡争相恐后的舞动。羊肉鲜嫩可口，羊皮焦香四溢，脆如锅巴，吃的人全身冒汗，忘乎所以。李林晓笑言，老广的烤全羊足以扭转北方对南方山羊的偏见。在湛江，有一种味道，也是在海边长大的王宏伟最想守候的独家记忆。蒸猪肉的时候加上一些去腥解腻，炒白菜的时候放入一点增味提鲜，在白粥里加上1、2勺，食欲不振的小朋友也能开胃消滞。老大，这种被本地人称为彭奇酱的蘸料，对年轻人来说可能有点陌生，而在70后、80后，甚至是老一辈的湛江人心中，却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。
天晴的时候，王宏伟会拉着朋友们到海边去。湛江东海岛位于雷州半岛东部，浅海滩涂面积比陆上耕地面积大，海生资源丰富，是本地人寻味的天然粮仓。每天退潮后，成千上万的生灵随着大海的扩张来到海滩。彭奇偷偷爬了出来，成为王宏伟他们眼中的宝贝。泥滩里、石缝中，贪玩的彭奇玩起捉迷藏，但行动再迅猛，也逃不过王宏伟他们敏捷的双手。我拍做汤。晒嗰陣時，我已經上路去㗎啦，捉螃蟹啊、滑流啊嗰啲咯。熟話都係話撐開嗰個撐。海滩上忙碌的人们，是落潮时分滩涂上的亮丽一景。有呢噴氣啊，不如咁啊，做呢噴氣膠。嚇。王宏伟的婶婶是家里唯一的制酱高手。农历10月底，婶婶都会准备最拿手的虾苗酱。作为本地餐桌必备的蘸酱，虾苗酱制作简单。买回来的虾苗倒入盐水中搅拌均匀，再依次加入甜酒糟、辣椒、姜蓉等，比例按照自家口味把握。做好后放置1个月。就可以吃了。横行的彭奇要做成酱，还得经过一番前期处理。彭奇比拇指大点儿，小小身形，也没什么肉，吃起来满嘴碎壳。不过到了湛江人手中就不一样了，刚好应了庄子那句“无用之用，方为大用”的意境。洗净的彭奇放入石臼中捣碎，不停捶打，直至成为浆状。在捣好的彭奇浆中加入酒糟，是婶婶独有的秘方。现在懂制作的人越来越少，即使是以前当过厨师的王宏伟，也得一步步跟婶婶学。潘奇汁还有那虾苗汁，都是祖宗留下来的。遗忘掉之后，现在你可以当回忆，但下一辈的完全没有尝试过这个东西，那就真的遗失了。封盖后，放置在阴凉的地方，等待蟹壳沉底，发酵越久越好。成熟的彭奇酱色泽暗黄，咸鲜扑鼻，有化痰助消化的效果。早上7点，陈安便奔向码头。今天难得风平浪静，可以出海了。准备新鲜红，搞那个牛边油鹅和那个甲丸。跟船出海2个小时，只为收购牛鞭螺。穿好保暖衣，下潜10米，船工冒险海捕的牛鞭螺，是北部湾特有的贝类野生小象拔蚌。小象拔蚌壳薄且脆，因为又大又长的触须，被形象地称为牛鞭螺。象拔蚌是老饕们追逐的名贵海鲜。象拔蚌一辈子只待在一个洞穴里，饿了就伸长触须，捕食单细胞藻类为生，其他时间就安静地待在洞里，直到生命终结。
系上10余公斤的铅块腰带，手拿铁钩，口含吸氧管，背着网兜，纵身一跃，潜入冬日冰冷的海底，这是海捕的常态。以前这里有东西这个干的，每一天他出来干的都有几百斤啊，1000多斤的那个甲烷。现在呢拖网拖死了，没地方没穿花。透过能见度仅为30公分的海水，在海底慢跑，下钩、挖螺、放入网中，如此反复，一次海捕至少要在海底作业8小时。1小时后，船工们陆续浮出水面休息。这片海底没有小象拔蚌，只有带子和花甲蚌。这里有差不多7、8斤了。这个产量就太低了，产量高的话10几万。下体的大现在要吃饭了。陈日安非常失望，他要为2个月后的春节出货了。春节期间，小象拔蚌的价格将是现在的2倍。晚上6点，海船陆续回港，码头渐渐热闹起来。无主的海货，只要一靠码头，必然会被哄抢。这个终点是陈日安每天最紧张忙碌的时候。刚才呢抢了3条江的货，都是这样子的，在码头就是现金收的。我收的螺回来就放在自己的螺场里。到春节的时候，我们要公园要挖人行水下去挖上来。今晚共收购3000斤小象拔蚌，30元1斤的收购价，到春节将会以60元1斤的价格卖出。第2天，冷空气消失殆尽，气温回升。陈日安开始分拣昨晚收购的象拔蚌。北部湾的野生小象拔蚌习性特殊，至今无法人工繁殖，只能抓苗回来慢慢养大。为此，陈日安发明了这套特殊的养殖池系统，确保海捕回来的小象拔蚌可以存活。为了筹备春节海鲜销售，陈日安开始控制出货量。今天只有1车象拔蚌发往福建。用刀紧贴着蚌壳，剜出蚌肉，剖开象鼻。剥去外膜，用水清洗。粉丝垫底，铺上蚌肉，撒上蒜蓉。象拔蚌一直是海鲜中的翘楚。对于陈日安来说，来自大海的味道根本无需画蛇添足的烹饪。上锅熏蒸，蒜蓉调出蚌肉的干爽，3分钟之后即可享用。海边渔民有时更加简单直接，把象拔蚌滚水下锅，最多水焯1分钟即可捞起，无需任何调料，趁热塞入嘴里，绵滑柔嫩爽脆，还有股莫名的甜。水滚之外，还有火炙。象拔蚌遇高温迅速释出体液，连肉带汤一口落肚，奇鲜无比。没有炫技的烹饪手法，没有复杂的调味增香，
没有吃喝的繁文缛节，简单才是最好的。盛夏，地处中国大陆最南端的湛江，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。天气热，佳果熟，西瓜、龙眼、番石榴等新鲜上市，其中最受本地人欢迎的当属菠萝蜜。本地人管长在地上的菠萝叫地菠萝，长在树上的菠萝蜜则是树菠萝，以此来区分两种名字相近而个体差异巨大的水果。7、8月，雷州半岛的菠萝蜜节吸引了各地的游客前来一饱口福。这种世界上最重的水果，果实有冬瓜大，外形如牛肚，皮似锯齿，最重甚至超过60公斤，又被称为热带水果皇后。切开后是金黄色的果肉，因为口感甜而不腻，除了当水果吃，也可以制作各种菜肴。还没有熟透的菠萝蜜果肉，切开后去除果核。本地人喜欢与菠萝、蜜枣、腰果同炒，酸酸甜甜是夏日里的开胃菜。菠萝蜜果肉还能与其他肉类搭配，制作菠萝蜜焖鸡、菠萝蜜炒肉丝、菠萝蜜蒸水蛋、菠萝蜜焗鸭肉等菜肴。最特别的是，在果肉里填入冻牛奶，裹上面粉，放到油里炸。菠萝蜜的甜味儿包裹着奶香，香酥可口，味道极其特别。在老广的饮食菜谱里，食材的选取一贯以生鲜硬实为上。怎样才能在长时间内最大程度地保存海产的鲜味儿？老广自有一套。干贝，老广俗称瑶柱，性味甘咸平，有滋阴补肾、健脾调中的功效。颜色都可以。今年53岁的杨汉明是湛江北部湾的渔民。20年前，他在当地率先养殖瑶柱。20年后，湛江北部湾的家家户户都是瑶柱养殖能手。制作瑶柱分为采、开、洗、煮、晒、烘这6个步骤，每个步骤都有明确的时间分配表。捕捞必须在每天的退潮期进行，待潮水开涨时，捕捞工作必须停止。好，大家嗰條船測佢哋，而家12點嘅流水啱，你快啲測佢。佢嗰分啊，屬於係季節性嚟㗎。佢一到嗰隻農曆5月呢，佢就開始肥啊嘛。你唔作呢，佢就過後呢，佢就死嘛。佢嗰隻扇貝呢，喺颱風之前基本上都收完㗎啦。把1萬畝的扇貝制作成瑤柱，要反反复复地在海上作业50、60天，而且前提是天氣給力。得啫，洗個休去解8籠得嘞，冇到太多，等下又搞蝦就。扇貝起網後，需要爭分奪秒地送回岸邊，緊接着就是開殼取雞。開殼的關鍵在於經驗。每年這個時候，楊漢明都會把村裡所有專家聘請過來。
第一刀你一定要靠邊先得，一刀放落去呢個已經就成個魚翅就好完整啊。湯唔靠邊呢，成2個啦，一個魚翅就成2個。嗰隻扇貝呢，佢單係靠攞隻閉殼機啊嘛，佢嗰啲裙啊同埋啲膏呢，全部都唔要。當扇貝褪去堅硬的軀殼，剩下的便是歷經海浪後的精華。白嫩的閉殼肌需要反覆沖洗，確保無雜質後，再放入已經調製好的鹽水裡猛火快煮。用嗰隻煤燒呢，佢火力猛嘛，煮呢時間要快，一般控制喺10分鐘左右呢，佢就煮熟嘅。瑤柱起鍋後，第一時間要過冷河，冷河能讓閉殼肌迅速降溫，鎖住鮮味，同時淡化表面的鹹度。過完冷河，瑤柱的半成品才能平鋪到網上，接受日光浴。放喺西度，馬上攞出去曬，曬咗5成乾，就馬上要放入嗰隻烘房啊，用嗰啲煤呢，再去烘到8成度。要經過煤烘，佢嗰隻香氣先有。你單係靠太陽曬呢，香度都唔得，唔夠。改變以往單純依靠日光暴曬的方式，用煤爐加工烘乾是楊漢明的創新之一。捕撈、去殼、清洗、蒸煮、烘曬，到最後分裝，每一顆瑤柱都濃縮漁民的心血，蘊藏大海的生命力。夜幕降臨，一頓簡單美味的家常菜就是最好的補償。哎，老婆大人，今日魚翅好靚，應該未凍死食。好啦。瑤柱冬瓜排骨湯是老廣的經典靓湯，冬瓜和瑤柱堪稱絕配。瑤柱既能釋放冬瓜的清甜，還讓一煲湯水濃郁鮮香。一般我下邊人都係咁煲湯啦，燉親嚟嘅湯係清甜嘅。鮮瑤柱炒冬瓜，蠔油清蒸鮮瑤柱，水煮原汁扇貝。清爽又熱氣騰騰的3菜1湯，踏實而溫暖。這顆小貝殼從墨西哥灣來到南中國，在楊漢明守護的一方水土下長大，經加工後變身瑤柱乾，最後流落在世界各地華人的餐桌上。